去哪儿？苏达，我去过滨海公园，哪天去了8月末吧，具体日期我也不记得了。去过几次滨海公园？就去过那么一次，随便逛逛就出来了。你于8月10日、8月14日、8月22日、9月12日、9月17日多次出入滨海公园，你能解释一下吗？我记错了吧？视频中这个背着话夹的女孩，你认识吗？认识。苏达，我建议你想清楚再说。我可以叫律师来吗？孙总，苏达要见我。昨天晚上他被警察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刚才让警方联系公司，说要见律师。你尽快去，想办法把他捞出来。苏达的转会费花了公司上百万，他现在有任何差池，都是我们挽回不了的损失。苏达既然提出要见律师，说明他什么都没有说，而且按照苏达的智商，应该不会留下任何把柄。况且警方手里的视频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没有其他新的证据，他们什么也查不出来。24小时肯定放人。一旦案子到了检察院，雷旭就是条疯狗，不咬两口肉下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尽快，免得夜长梦多。我这就去协调。小杰，你干什么呢？啊，你看，那个妈妈给你准备了几所国外好的大学，这些留学资料你看看。这哪个眼镜腿坏了？妈妈明天带你去配个新的眼镜吧。不用了，我自己配就行了。我要写作业了。啊，来，闺女，你看啊，这个是我专门找出来的几所学校，这留学资料，你看看介绍。这些学校里面呢，油画专业都特别的好。啊，对了，前提是你要先考过托福。我不学油画。我以后不打算拿起画笔了。行了，出去吧，我要写作业了。出去。江小杰，你说妈妈拼命的工作攒钱为了谁呀？我不是为了你能上好的大学，以后能出国吗？你说你非偏偏学那个画画有什么劲啊？那画画能当饭吃吗？能养活自己吗？来，你看看，小杰，你看看这些奖状，我告诉你，你再不好好学习，这些奖状离你越来越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大学生、研究生毕业还不好找工作呢？有几个学画画的能把画画当饭吃，养活自己啊？你说吧，你怎么了？摔倒了，大水坑。
事情都进展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您不能逃避了。我没有逃避，我是在保护我女儿。您这么做不是保护您女儿，您是在保护您自己。雷主任，有人找您。雷主任，是这样，我感觉这个跟你们查的线索应该有关。小杰好像很在乎这眼镜腿儿，但是他没有这种款式的眼镜。那你能做这个决定还挺不容易的哈。之前是我这个做妈妈的不称职，辛苦你们了啊！希望这个对你们的线索有帮助。会的，谢谢。还有别的事吗？啊，没有了。好，辛苦老赵。应该的。谢谢啊。再见。法律法规和法律援助相关流程，做好会见。雷主任，走，查一下这个品牌。哦。雷主任找着了。之前 HCC 战队出过一款防蓝光眼镜，就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哦，Karen， 是爱尔兰男性名字，有小黑暗1号的寓意。跟这个苏达什么关系？之前苏达在上海 HCC 战队的名字就叫 Karen。之后，在参加亚洲电竞大赛之前，他突然转去了 ZNK 战队，被粉丝骂是叛徒，就不叫这个名字了。转会，我只听说过球员转会。其实电竞选手跟球员是一样的，也是一道转会，而且随着他们的名次还有成绩越好，转会费呢也就越高，少则据说几十万，多则成百上千万吧。这么多？嗯。这个苏达要转的话，多少钱？查一下。网传是100万级啊！只能说明人这个 ZNK 战队很有实力啊。可惜了。您可惜的是这个人，还是这个名字，还是帮他转会的公司？都挺可惜。很有可能他们两个是一套。你们怎么确定这眼镜腿是我的？很多电竞选手都戴这种眼镜，怎么就成了我的专属了？这上面有你之前在上海 HCC 战队的名字 Carry， 你怎么解释？这也需要解释吗？我那么多粉丝，网上随便可以买到我的同款，印上我的名字。你的那副眼镜在哪儿？丢了，丢在滨海公园了。我不知道丢哪儿了。我们在这个眼镜腿上检测到了有你的 DNA。就算眼镜腿丢在了滨海公园，那也不能证明是我跟踪了江小杰啊！你认识江小杰？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他名字的？我听说的。听说的？听谁说的？在哪儿听说的？我确实暗恋过他。
也悄悄跟在他身后护送过他，还去滨海公园悄悄看过他画画。第一次传唤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江小杰？我大小也做过名人，被传出去暗恋别人，多没面子呀。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是不是可以通知我的律师接我了？哥，警察拿到我那天丢的眼镜腿了。慌什么呀？这次不一样了，那几个检察官天天围着他转。江小杰不敢胡说什么。哥，我是担心。担心什么？你去找江小杰谈谈，至于怎么谈，不用我教你了吧？知道你不认命，想玩把大的，所以我接了。不管你赌输赌赢，怎么拿的钱就得怎么回来。行业规矩你也很清楚，等我们登门的话，就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了。听说你上次吃药被送到医院抢救了，我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我不要！小杰，是我女朋友吧？你有病啊！答应我做我女朋友！你放！我告诉你啊，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咱俩的事只有你知我知。你告我强奸，我就告你猥亵。你不要忘了自己已经被我条件部起诉了，所以你现在说话没有什么诚信度。你觉得他们会信谁的呀？我警告你，你最好听我的，否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手上还有那天的视频，知道吗？哎，干什么呢？没事吧？我没事。刚才那是谁啊？我不知道。你胆子够大的，还敢一个人走夜路呢？平时都是我爸来接送我，可能他今天有事耽误了吧？你怎么在这儿啊？还问你呢？你现在还在考察期里，你应该随时让我们知道你的行踪。你打电话不接呢，什么情况？没事吧？我没有什么事儿了。
你是不是经常在心里骂自己，说问自己为什么那天非要去画画，为什么就不能早点走，为什么那天就要下雨？你会常想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这些事儿，没有那些很多事情都没有如果，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对吗？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你得端正态度。这事儿不怪你，很多事儿你左右不了，就像说刚才有人掐你脖子，如果我没到的话，你自己反抗得了吗？所以那双手，如果没有被手铐铐住的话，它永远会勒在你的脖子上，让你越来越窒息。都这样了，你还无数次的跟自己说算了吧，那你不就成帮凶了？你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任了。反正我们9部会一直在你身后，只要你需要。别怕，走吧，我送你回家。雷主任，这么晚了，您上哪儿去了呀？随便转转。啊。等会儿。江小杰不是现在还在监督考察期吗？这个今天打电话不接，我有点害怕，我就跑到莲花中学去。你猜我看见什么？什么？学校旁边一个小胡同里，有一个人给他。会不会是苏达？我先给大力打个电话，让他查查苏达的行踪，看看是不是他。哎，小杰。好，好，一会儿见。他约我。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请你们过来。嗯。有个事儿啊。谢谢啊。这个是案发当天的内裤。当时一直没敢说。你洗好澡了啊？你看，妈妈都准备好了，给你吹头发，不冷吧？没事没事，妈妈来吧，妈妈来吧，啊，来，妈妈给你吹，温度可以吧？我女儿头发可真好，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最喜欢妈妈给你吹头发了。闺女，对不起啊。妈妈知道我对你的关心不够。其实妈妈特别想跟你聊天儿。闺女，
你有什么话别憋在心里好吗？你都跟妈妈说出来好不好？妈妈知道，妈妈对你的关心不够，但妈妈特别的爱你，真的。你这次受的伤，妈妈比你还要痛。闺女，你原谅妈妈好不好？咱们俩一起努力，把这根刺拔出来，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好宝贝啊！小姐，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确定是他吗？小杰，那天你报完警，为什么后来又跑了？因为云云，她一直给我打电话。只有报警，才能把坏人抓住，让他得到应有的处罚。你也不希望他逍遥法外，再去欺负别人，对不对？你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会请我们检察机关介入。
还以为你们在查20万的事情，还担心我们会坐牢。滨海公园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久，你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一天报案？因为雷叔叔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勇气。那天之后，我无数次的想告诉爸爸妈妈，想过报警，甚至想过自杀。我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我应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很害怕和焦虑，就一直吃避孕药。那天，我们校长来我们学校讲课，他说：“人生没有绝境。”你终于肯见我了，我还以为你换了手机号码了呢，怎么都找不着人。事情到这个地步，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该你出马了。检察院提前介入之前，还有可能，但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你敢把这话原封不动的再跟祝总说一遍吗？让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为什么不听啊？我他妈凭什么要听？你们都太虚伪了，一个个在那儿装正人君子，让我当跳梁小丑。哎，没有我在外面摸爬滚打的卖命，你们谁能坐稳现在的位置啊？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蹦不了，你们谁也跑不了。我就一个要求，不能上庭，不然就太被动。至于怎么做呢，那是你的问题啊。好好吃。我们在江小杰提供的证物上所提取到的 DNA 跟你完全吻合。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要的证据。我接受。
师傅，您看什么呢？笑得那么高兴。你看看吧。呀，这照片这么多年您还留着？是啊，那是你大学毕业刚刚来咱们院吧？我还记得那天是您去接的我。是啊。时光过得真快啊，不过你一直没变，师傅老了吧？您也没老啊。啊？想想这么多年，师傅对你亏欠不少啊。为了避嫌，怕别人说你是我徒弟，沾了师傅的光，所以你对院里的贡献和你应该得到的不成正比，这个师傅心里都清楚。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我父亲走得早，您就像我父亲一样。我一入了院，您对我的栽培，还有在工作上帮助我成长，不然我现在工作起来哪有这份自信啊？所以说你做的越好，我才越为你担心。你为我担心什么？也可能是到了师傅这个年龄，想的事儿多了，多愁善感了。就说眼下这个案子吧，你和雷旭的办案理念根本不同。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是怕他出手太重了，伤到了你，到时候师傅可真没有办法保你。师傅您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证据确凿是铁案。是的。哎，子瑜啊，一旦出了问题，他在这个地方待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有多深咱也不知道。到时候他拍拍屁股走了，剩下这个烂摊子，不是还得你来处理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跟你说，一个案子在庭上的输赢不是终点。师傅，您说的话我一直记得。所以说你更应该谨慎的考虑。这个电竞选手一旦被判了，网上一定会闹得沸沸扬扬，江小杰的精神会再次受到伤害。我们家的亲子关系本来就有问题，我是怕这个孩子承受不住。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可是师傅，这个案子没有不起诉的理由。是啊，是啊。师傅是想对这个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上不上庭，能不能和解，都应该以这个为出发点，对不对？这是咱们9部成立以来第一起性侵未成年犯罪，院里很重视，让你们2位共同负责，可不能掉以轻心啊！明白。好的。因为我们卫检工作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可是将来会不会有这样一种质疑的声音啊？你们检察院完全可以给这个孩子一个酌定不起诉啊。当然了，江小杰需要保护，但这个孩子也应该酌情的保护嘛。毕竟他才刚刚满18岁，思想不成熟，一时的糊涂冲动犯了错误，又是初犯偶犯，判了他，毁了他一辈子。我们作为司法工作者，是不是应该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改过的机会？不是陈姐，这类案子确实应该留有余地啊，但是这个余地是应该留给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你再刚满18岁，他也是18岁，也是成年人了。我觉得那种声音不用在意。你呢？陈姐，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也仔细想过了，无论如何，他已经毁了江小杰这个女孩的一辈子，这个事情在先，所以，
我认同雷主任的观点。好，我也认同雷旭这个观点，但这个案子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我们应该正确的引导。明白。那麻烦你给签个字。好呗。哦，谢谢雷主任请大餐，希望雷主任天天给加大餐。哎，你们两个真能占便宜啊！知道为什么今天请客吗？为什么？江小杰这个案子终于有眉目了，现在法院已经给我们确定了开庭日期，我们都觉得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哎呀，这个案子一步步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哎，你知道吗？我爸当法警这么多年了，也押送过不少犯罪嫌疑人。但是自从我进入9部以后，我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亲自参与一个未成年案件的全过程，而且我觉得我帮助了他们，所以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特别的自豪。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油然而生的。明白。我第一次办案的时候也是这感觉。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还想着等这个案子结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写一篇小作文，发到咱们院的2位异端上。最近大家都辛苦了，预祝开庭顺利。顺利，开庭顺利。明天就开庭了。现在法院通知我们的是在区法院第2法庭上午9点，我们来也跟你们打个招呼。通常这样的案件呢，我们一般是1个原告检察官配1个检察官助理，但是主任跟我也商量过了，对于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决定雷主任和我一起出庭。对，我们特别重视，所以呢就想看看，说你们作为被害人家属，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信息，或者说你们有什么诉求？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我们就在家等你们的消息。我要出庭。小姐，刚才2位检察官已经说了，我们不需要出庭。对你不用面对这件事，也不用去面对那个人。我就想当场指控他，亲眼看见他被判刑。江小姐，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要出庭家会说些什么？这件事的全程我都听过来了，我想自己面对结局。小姐，太小了，你不要任性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如果面对未来会怎样？妈，我已经长大了。你长大什么？你还未成年。我告诉你，妈妈有责任保护你，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妈，你会尊重我的决定，这话是你自己对我说的。咸湖区人民法院就咸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苏达涉嫌强奸一案，不公开审理。现在开庭。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吉平市咸湖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吉先检刑诉2019-021号。
田姐。哟，杨大姐。哎，你们家老曹身体恢复怎么样了呢？挺好的，现在越来越好了，能够自己站30分钟了。哦，那就好。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尽管跟我说。不用，之前老请假就挺麻烦您的了。现在他越来越好，我就能安安心心上班了。哎，杨大姐。哎，你呀，你是咱们院的元老，9部那么年轻人还靠你来掌舵。要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尽管跟我说。哎呀，您言重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不过我能保证，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好的，你开会去。对对对，好，等等。本院认为，被告人苏达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吉平市咸湖区人民法院检察官雷旭、杜子瑜。被告人，你对公诉人所举的证据有什么异议吗？我有异议。我没有强奸江小杰。公诉人，需要讯问被告人吗？需要。好，被告人苏达，现在由公诉人对你提出讯问，你要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被告人，你对公诉人所提出的哪些证据有异议？我没有强奸江小杰，我们是自愿发生关系的。刚才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第4件证据，显示你自己供述了你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整个过程，请你做出合理的解释。审判长，是否需要公诉人再一次向法庭展示这件证据？被告人，需要展示吗？不需要。请被告人对该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我当时正在集训，警察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高强度的训练很长时间了。接受讯问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被告人，在后续的3次讯问笔录里，你的供述和第1次完全吻合，请你做出解释。被告人，你在供述之前和供述过程中，身体上和精神上是否受到过压力？审判长，辩护人在诱导被告人。辩护人，请注意你的言辞。被告人苏达，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跟被害人江小杰什么关系？审判长，我觉得公诉人这个问题涉及个人隐私，涉及犯罪的隐私不该被法律保护。被告人，回答我问题：你跟被害人江小杰什么关系？我们相互喜欢。但是在我们公诉人刚刚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滨海公园，你曾经先后6次跟踪被害人江小杰，这是喜欢的表现吗？我那不是跟踪，我是悄悄保护他。他经常去公园里画画，因为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不得不隐藏一下自己。但是在公诉人向法庭展示的鉴定意见和现场勘验的这个笔录当中，能够证明你在和被害人江小杰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暴力手段，这也是喜欢的表现吗？我们喜欢这样做，不可以吗？那就跟江小杰的证词截然相反。他是在跟我赌气。审判长，被害人江小杰要求出庭。江小杰在公诉人提供的视频证据当中的陈述，足以表达了他的观点。鉴于江小杰系未成年人，法庭暂不支持被害人到庭。这是被害人江小杰自己强烈的愿望。
而且江小杰出庭确实对本案审理有利，请法庭予以考虑。好，法庭同意江小杰出庭作证。江小杰愿意站到法庭上来指认犯罪，很勇敢。接下来就是把你知道的说出来，法律会还给你一个公正。江小杰，在法庭上，不管有任何问题令你身心不适的话，可以马上提出来，也可以拒绝回答。好的。那我们开始。2018年9月17号，滨海公园小木屋，苏达和你发生关系，你是自愿的吗？江小杰，我在问你话，滨海公园的小木屋，苏达和你发生关系，是你自愿的吗？请你回答我，你们两个人发生关系，你是不是自愿的？是。请重复。我和苏达发生关系，是自愿的。审判长，公诉人申请暂时休庭。这被火烤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看来啊，我还得跟您多学习。这专业的事儿啊，还是得专业的人干呀。怎么回事？你们家什么情况？你们知不知道，当年推翻之前的陈述要负多大的法律责任？这什么后果你们想过没有啊？我有什么变动，能不能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你们这叫什么意思呀？休庭结束，请各位入庭。开庭了，进去。江小杰，在你向侦查机关的陈述中，为什么指认被告人强奸你？你是在跟他赌气吗？是。为什么赌气啊？因为他经常陪我去公园画画，还悄悄保护我，我就被他感动了。我们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以为他会跟我谈恋爱，没想到他后来就消失了。审判长，我的问题暂时先到这里。下面请公诉人询问证人。江小杰，你与被告人发生过几次性行为？1次。只发生了1次性行为，那你为什么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她怀孕。经心理评估显示，你长期服用紧急避孕药是焦虑症的表现。到底是什么事让你心里这么焦虑？江小姐，公诉人向法庭展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里证明，被告人在与你实施性行为的过程中对你采取了暴力手段，你怎么解释？他是用了暴力手段，但是我自愿的。江小姐，别再问了，
我来替他回答。其实全都怪我就是想寻求刺激。闭嘴吧，别再说了。审判长，为了更好的还原事实，我建议让江小杰陈述全过程。你在说什么？他未成年。为了还苏达清白，我认为江小杰有义务说明真相。你是不是人啊你？他还是个孩子。审判长，我坚持让江小杰详细陈述事件经过。你们俩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这时候，你是不是人？贾玲海，咱们回家，赶紧走，走。小杰，小杰，小杰，休庭，赶紧送医务室。小杰，小杰，小杰，你别下来。主任，申请也没有用，我们马上跟法院申请延期审理吧。没想到我们未检的案子也这么复杂吧？对，没想到这么点的小孩都敢当庭推翻自己的陈述。结束之后去趟他们家，问看他妈妈在这儿。我马上通知大力去查一下他们家的账户，最近有没有新的进账。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走吧。但是，你觉得有用吗？什么意思啊？我说延期审理，你觉得真的有用吗？就如果我们不及时拿到新的证据的话，没有意义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现在很明显啊，江小杰就是要替他开脱。如果我们不拿到最新的证据的话，苏达非常有可能被无罪释放。这对江小杰公平吗？孩子可以糊涂，他们家长背后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但是我们是检察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底线，必须要延期审理。不，你现在延期审理目的是什么吗？串供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们省里办大案要案的领导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吗？这是未检案件，能不能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啊？一定要延期审理。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杜主任，说这个案子吧，我是主办检察官，所以出了任何后果，我来负责。至于具体的原因，我找时间给你和陈姐来解释，好吗？请公诉人入庭，庭审继续。真不相信上级院来的格局和高度。走吧。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做的多次笔录，依旧是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我们依旧可以证明被告人苏达强奸犯罪的事实成立。审判长，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言辞证据完全吻合，江小杰是自愿与苏达发生性行为，并非强奸。因此，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我非常感谢江小杰能在这种时候顶住重压，还被告人以清白。审判长，无论如何被扭曲和粉饰，真相永远是真相。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公安机关和我们检察机关所获得的所有证据，足可以形成闭合链条。我们希望得到法庭的尊重和采纳。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推翻了相应的供诉和陈述，本案的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用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
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苏达实施强奸行为的唯一结论，需经审判委员会进一步讨论，择日审判。喂，苏达已经没事了。事实证明，陈姐你还是很有能量的呀。行了，以后还是少给我找点麻烦吧。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被告人苏达辩称，被害人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辩解并无确实证据，本院无法采信。但指控其构成强奸罪的证据尚不充分，无法排除苏达与江小杰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合理怀疑。本院本着疑罪从无的刑法基本原则，对存疑的强奸罪依法不予认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人苏达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的第2日起的10日内，向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真不少，给现金不花了。你看，老板说了，这次不能留转账记录。哎，走。你之前赌博欠下的窟窿，你老婆刚给你补上吧？要是再让他知道你死性不改，他会怎么着啊？啊，还有你那宝贝闺女，要让他知道他亲爱的爸爸是个赌鬼，他会怎么看你？我是个商人，但我更是个母亲。你想用钱堵住我们家嘴，我告诉你，我绝不让别人这么欺负我女儿。您想好，如果药品批号有问题，你有可能要赔上整个医药网，你舍得吗？我无所谓，我可以从头再来。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你拿什么从头再来？你总得有命才能从头再来吧？你什么意思？张律师，车祸致死3人，主动投案自首，得判几年？7年封顶。谁小的王八蛋！你敢动我家人，你试试！夏令海。小姐，
真是越担心什么越来什么呀！啊！现在网上的舆论铺天盖地，一边倒。市院的领导也来过几次电话，我真是有点招架不住了。你们让咱们院很被动。陈建不是我们，是我，跟他没关系。所有后果我来承担，因为是我坚持不申请延期审理的。我说雷旭啊，你好好想想，你擅自做这个决定，你让小杜怎么办？谁替他负责？网上的舆论在不断的发酵，你们想好了应对的方案了吗？虽然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但是舆论是可以压死人的。9部刚刚成立，你们急于干出成绩来，这个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办的是未检案件，你们应该认识到它的特殊性。也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你最近收敛一点，不要再找麻烦了啊！哥，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摆平了这件事儿。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你操心了。说到做到，必须的。哥，今天法院来了不少记者，我担心这件事儿到时候会闹得满城风雨，会影响我的前途，还有咱们战队的声誉。所以哥，你还是得给我找找关系，把那件事情给压下来吧。你踏踏实实训练，争取拿出好成绩来。这些事儿不需要你操心啊。哥，放心吧，我一定多拿几个冠军。加油！好。我真有急事儿啊。对，把他家庭住址发给我。好的，谢谢小廖，肯定给你保密。喂，你在哪儿呢？我手机充电呢，你打给我了？对，我打给你了。你下班了没在家呢？你怎么知道我没在家？我敲你门没人开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呀，你这人，因为你哎呀，行，人家不让说。你别问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有急事找你。主任，我都下班了，还得跟你汇报工作吗？不是，咱还有点正事要说嘛。你说急事，咱俩必须面谈，好不好？我可以理解是之前在法庭的事儿，你想跟我解释吗？理解正确。那为什么在院里的时候你不说呢？院里要能说，我就不至于上你们家来堵你了。10分钟以后，我们家楼下见。好了，哥几个，一定爱训练的啊！拜拜。
开我！谁呀？不管我谁，欺负小田这孩子！你衡量一下你自己实力，知道吗？啊！替谁撑腰啊？放开我！放开我！别动！滚！苏达怎么样？哦，没事儿，蹭破点皮，已经去包扎了。你叫什么名字？周乔。为什么跟苏达打架？欺负我朋友。谁是你朋友？管得着吗？小子挺有性格，经常在咱们这儿上网打游戏，他爸见一次揍一次，揍了还来。技术怎么样？哦，技术好，心态稳。让肖经理考察一下，看看怎么样。啊，行。这儿没那事儿了，出去玩吧。以后别打架，危险。刚好10分钟。辛苦。啊，椰子，你不是跟我有重要的事要说吗？这个也很重要。杨大姐他们一片心意，我不是不行吗？别浪费。他们对你也是好心，只是不知道你对椰子过敏。哎，就像是我们想对江小姐好，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孩子对什么过敏一样。李孝言，我们也做过调查了，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家的账户最近也没有新的入账。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那些记者有点问题？是啊，我们这个案子没有公开审理，而且事后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很厚的红包。你的意思是，这些记者的背后是有人操控的？所以你在法庭上坚持不延期审理，是为了让这个背后的操控者掉以轻心？我知道这样对这个孩子呢很残酷，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其实这个案子给我的感觉挺不好的。11年前，我刚进到我们院里的时候，经手办的第一个案子跟他非常类似，嫌疑人无罪释放，后来那个受害者精神失常。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要收集证据，延期审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关注网络上的舆论。
怎么了？啊，梦见什么了，闺女？别怕啊，妈妈在呢。怎么了，闺女？你告诉妈妈梦见什么了？别害怕，说话呀，小杰。闺女，你怎么了？闺女，你别吓我啊！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杰，妈妈给你跪下，妈妈错了，都是妈妈的错，妈没有保护好你，妈没有保护好你闺女，你别这样，好不好？你说句话，妈妈错了，小杰，你说句话，都是妈妈的错。妈没有保护好你，妈没有保护好你闺女。开始了。是。和你预计的时间差不多。小柳，在。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去处理。那人家会不会质疑咱们检察院啊？会配合吗？顾不上那么多了。你们看，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没有被用化名，担心这两个孩子出问题。喂，你说，怎么了？小杰怎么样啊？哎呀，公司刚安排完，我这就往回走了。他现在正睡觉呢。哎，你早饭买了吗？你叫他起来吃啊！他这两天身体太虚了，别再有什么事儿。那我去看看他，待会儿给你回过来。
小杰啊，小杰，哎，云云，子瑜姐姐，我从昨天晚上开始联系不到小杰了，现在网上又出来很多新闻，我有点担心他。你先别着急啊，我试着去找一找，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好吗？好。喂，雷主任。哎，江先生，因为今天出了一点舆情嘛，所以我想让你看看你女儿现在什么情况。她，小杰她不见了。几点开始不在？我刚刚下楼买早餐，一回来她就不见了。哎，主任，别着急，你先在家守着，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我现在和我的同事马上去一趟你们家老房子。